如果我说诺克斯的卧底身份已然暴露，相信吗？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假面骑士 Z 子近期发展的心得体会。目录中若是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与我们一同再睡个回笼觉吧。这一趴我想从本集的心理咨询谈起，各位觉得这段情节里 The Lady 所扮演的心理医生有什么诡异之处吗？你的工作对你肯定很不好，作为心理医生来说，诱导性太强的一个发言。在疏导的情况下，他应该要诱导莫发言，但是莫在没说多少东西的时候，他就开始给莫定性了，这件事本身就非常的诡异。是，我觉得和他只是在演心理医生这个角色有关吧。那他的话术以及专业技能方面显得比较生疏，也不奇怪。加上他本身目的性太强了，又拥有催眠、读心之类的能力。就哪怕露出了些许破绽，他也觉得无所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幕，即他发动能力的瞬间，就没再装成先前那种故作温柔的腔调，而是用回本音了。而且他把墨送走之后，那个文件夹一丢不装，就挺贴合他一直以来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的。尤其在 OP 里，他也是喜怒无常的。我觉得说喜怒无常都太礼貌了，就是颠簸。那作为反派来说，这样子来塑造确实挺深入人心的嘛。我打个岔问一下啊，各位觉得内蒙甲目前被囚禁在了哪里啊？做心理咨询那个地方的楼上吧。对，因为洛克斯就是从楼上下来的呀。毕竟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嘛。不用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因为别人根本不知道你是那个。但是如果从拍摄角度去看的话，以后他们去查小百合这个人，就可以直接在那里找到林梦了。我反而倾向于到时候人去楼空了。毕竟林梦应该是不会那么快被救回的。对，当然前提是这个地方真是德雷迪的据点哈。还有就是从剧作层面出发，要想体现莫的推理能力有所提升，或者说展示出美娜的辅助位价值的话，我觉得让他俩任意人透过掳走林梦的女人的特征与这个心理医生联想到一起，为此再次找上门会更好一点。对。借此我想再分享2个有关德雷迪的联想，其中一个是他已经死了准确来说是The Lady这具身躯原本的主人死了。一来这部剧里确实有梦魇夺舍肉身的设定存在，二来节目后续还有可能会引出外星人这个元素，而且他在设定上还是不眠之女。你说他是个死人，那死人不会做梦好像也可以了。对，当然我也不是在空谈哈，会让我产生了上述想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The Lady 在剧中用的2个假名小野川英子、安堂小百合，以及他在 OP 里所取代的画面都与死亡有关。樱花树下就埋着尸体，百合呢就是在百合花田里自杀的那个。而且葬礼上也会用到百合嘛。对，然后石蒜呢就更不用说了，彼岸花。是。另外在小野川英子的情报中还有提到，他身上能闻到类似线香的气味，而线香的核心原料都是植物，刚刚好和 The Lady 喜欢种花花草草有关。确实从常规思路来看，The Lady 能透过线香让目标舒缓，以便他发动能力，算是用相对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了点目前从视觉层面看来不太科学的设定。但想深一层，线香这部分宗教仪式里还会被视为让生者与死者沟通的媒介，包括祭祖啊，用于掩盖先人身上的某种气味的时候也会用到线香。不会真的是尸臭吧？对。至于另一个联想，算是上述内容外加往期视频与 The Lady 相关猜测的一个结合，即 The Lady 这具身躯原本的主人或许就是莫的生母。相信肯定会有人质疑我，哪有儿子认不得自己妈妈长什么样的？但各位要考虑到本作是存在记忆删除这个设定的。那么莫现阶段不认得自己妈妈长什么样，好像也正常。另外结合前面这2个联想，以及 The Lady 手上那条伤疤，还莫名给到我寄生兽主角小时候妈妈为保护他而烫伤了右手这一桥段的既视感。后来他妈妈在某次意外中被寄生兽夺舍，哪怕男主已认清这个事实，妈妈手上的伤疤还是成了他的软肋。因此我一直有在想，如果剧中真打算将 The Lady 和莫设定为母子，会不会整出类似的桥段，不仅将 The Lady 那条伤疤作为莫的软肋，也作为莫后续恢复对妈妈相关记忆的媒介。我有点好奇各位是如何看待诺克斯在心理咨询这场戏的最后对 The Lady 做出的反应的。这眼神要是把他杀了一样，我去。对了，可是我可靠的后辈啊，你想干什么？对，这篇人其实也有在官网对这个分镜做了注释。诺克斯盯着对莫越来越感兴趣的 The Lady 时，露出了一脸厌恶的表情。就你如果说 The Lady 的所作所为触碰了诺克斯组织固然可恨，但特工无罪这条底线，他才会做出了如此表情，也无可厚非。可若结合上诺克斯迄今为止所做的诸多左右脑互搏行为，我认为单凭上述理由是根本无法服众的。但如果套入我们在上期视频提出的诺克斯卧底假说，
那股味儿一下就对了。嗯，实际上，在我停更期间，能用于佐证卧底假说的旁证是越找越多了。但在罗列旁证以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诺克斯近2集具体干了什么。前半集他在给莫使绊之余，还夺走了莫的屏障梦胶囊，并对红爸说了一堆逼话。而在后半集，他告知了林梦，梦魇是在其深层心理世界诞生的，并再一次对红爸说了一堆逼话。在我看来，夺走梦胶囊是为了剥夺莫对红爸的保护，让红爸直面自己的噩梦，并再次做出抉择。而他告知林梦上述信息，你们又会怎么理解呢？以洛克斯是卧底为前提哈，就是说 Nox 想从正面的方向引导莫，但是又不能直接做，他只能从负面的方向去引导 Nemo。负负得正嘛，以此让莫振作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把情报给到林梦本人，然后传给莫。你做恶五仔不偷情报，说不过去的。对，这点同样很关键。那我也以此挖一个楼，先聊下从花园中诞生的婴儿梦魇吧。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在官方公开婴儿梦魇这个称谓以前，日本那边已经有不少网友这么叫了，只因婴儿梦魇给他们的感觉很像是新生儿加幼虫的结合体，既作为成虫的前一个阶段，也呼应孩童的未知可能性啊。基于上述理解以及目前已公开剧情判断，节目很大概率会用婴儿梦魇根据梦主畏惧的人事物进化为梦主害怕的样子这种设定了。而各位知道我由此联想到了什么吗？灵梦。只因灵梦同样会根据不同的梦主生成心理世界观饰演不同的角色。这么看的话，灵梦会把诺克斯说的话当真，我觉得也正常。当然哈，我现阶段还是倾向于灵梦并不是生来便如此的，只不过是他身上的某种特性被德雷迪给利用了，他的生成心理世界才会变成了用来孕育婴儿梦魇的花田。对，顺带一提，创作者们没有让灵梦就这么一直抑郁下去，而是自发拿起了武器反抗，也是这集很戳我的一个点。对，还有就是下一集的梦境中也跑出了一只婴儿梦魇，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我怀疑下一集那只梦魇可能也要走游戏的升级路线。哦，可以，既符合下集的梦境世界主题，也能以此让我们亲眼见证婴儿梦魇是怎么变成常规梦魇的嘛。对，回到正题，在上半集播出过后，官方也放出了假面骑士 Nox 的变身讲座，而相信绝大多数观众都不可能想到，变身讲座的结尾竟然会上演洛克斯入侵 Code 网络，删除相关数据，并留下了遗言录像的情节。这个变身讲座让我觉得他把自己往殉道者那一方引，只要是我一个就好了，是会让人有这种既视感。另外，我相信屏幕前各位肯定也很好奇，洛克斯最后到底说了一句什么话？根据口型，他说的很有可能是对，结合诺克斯说的前半句，整句话的意思是我也想要守护你们。当然，日本网友觉得诺克斯说的也可能是 Kimi Dajimo Mada Mania， 你们还来得及，就你们现在退出 Code 还来得及。就即便不是你的主观意愿，但结果而言，2个后辈被牵扯进来，你是不是也有份？对啊，完事了，你又让别人退出 Code， 还有一个已经退出 Code 了，莫名其妙被你们恢复了记忆，结果你竟然看着别人死，这不是左右脑互搏是什么？所以我还是会更倾向于，我也想要守护你们。由此，我想再绕回去谈谈洛克斯这2集对红爸的言行。在不知其内心真实想法的情况下，我认为事件的发展至少是会走4种不同的路线的。1. 没有回忆起一切的红爸被莫拯救了。2. 记起一切的红爸没有直面自己的噩梦。3. 记起一切的红爸直面自己的噩梦，但最终没有选择回归 Code。4. 记起一切的红爸直面自己的噩梦，并最终回归了 Code。可若结合上红爸本身的性格、德雷迪整治出的意图、本次的任务名、洛克斯这2集的所作所为，以及变身讲座的剧情来看，记起一切的红爸直面自己的噩梦，并最终选择回归 Code， 才是诺克斯所期待的发展。唯一的变数或许只有把红爸牵扯进来，是不是也在诺克斯原本的计划之中这点了？是因为比较难顶的是，哪怕红爸回归了 Code， 似乎也不会成为莫的同伴，甚至还会因内鬼的蛊惑和莫打起来，至少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哈。不知道屏幕前各位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请把你的想法分享出来。那在进入本节正题以前，容我再打个岔，本周日晚7点半前后的直播复盘将免费公开，诸位到时可以来体验一下，实在感兴趣不妨开通本频道会员长期收看。另外，按照惯例讨一波正面反馈支持，数据 OK 的话会更新的快一点。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这怎么行呢？下一个话题，红爸在本集的开头是这么说的：在某次任务中被敌对组织察觉到了他的存在，为了防止泄密，Code消除了他的记忆并将其解雇了。那结合上现有剧情，敌对组织指的大概率也只能是德雷迪那一方了。换言之，红爸是在某次任务中被德雷迪知道了他在现实中姓什么名什么，家住哪儿，进而遇到了像是莫近期遭遇的事情，甚至其内心已经被操控了，还引发了不少事端。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Code才消除了他的记忆，将其解雇。具体发生了什么，现阶段不好再往下推敲，
但德雷迪有能力操控他的内心，这点是可以确认的。是，由此我们也能进一步谈谈洛克斯作为卧底要如何规避德雷迪的能力这点了。假如说不存在复数的消除梦胶囊，红爸被踢出扣斗的这一时期，小孩贤正也尚未脱离组织，只因消除梦胶囊后面是跟着暗夜祷告驱动器一起坏掉了的。哦，对。换言之，德雷迪具备操控内心这个能力，洛克斯早已知晓。那么他要去当卧底的话，不做防备是不可能的。确实，他完全可以用万能的消除梦胶囊去解决问题。不过考虑到莫言免疫德雷迪的能力，且消除梦胶囊中间还坏了这么久，洛克斯和莫都有做过相对应的免控训练的概率会更高。当然，不管怎么操作，洛克斯肯定是有办法避免被控的，包括德雷迪可能还拥有的读心能力也是。不然他毫无防备的投奔德雷迪阵营是想干嘛？为虎作伥吗？还是他真的想和德雷迪一同捣毁蝌蚪？事实上，自从洛克斯醒过来以后，他也没有完全按照德雷迪的旨意行事，不是吗？还不是一次两次了哦。对啊，如果德雷迪的能力真的对洛克斯奏效，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吧？对，当然哈，德雷迪到底有没有读心能力还无法确认，但他肯定是能够监视梦境的，只要看飞回来的蝴蝶的录像即可。蝴蝶那个视角镜头就是监视的感觉啊。对，换言之，洛克斯只要演得足够逼真，并且有办法规避德雷迪的能力，他就能当这个卧底。是啊，本节最后，我再把有关洛克斯可能是卧底的旁证给罗列一下。相信看完以下内容过后，屏幕前各位也多少能理解我为何会如此推崇卧底假说了。第一点，一副是二鹰三茄子。日本传统文化中，只要在新年梦见这三样东西，新的一年便会好运连连。从剧透层面出发，富士见铁也和南于成华皆为莫的协力者，也就是能给莫带来好运的人。那为什么诺克斯即小鹰贤正就不是能给莫带来好运的人呢？第二点，洛克斯的变身动作，如果从左侧看的话，像是比划了个什么？比了个是啊。对啊，你又不让别人用数字称呼你，又已经脱离了蝌蚪，甚至还要打击报复，那你变身还比划个是要干什么？闹着玩吗？显然不是吧。除了上述两点，来自场外的旁证更是重量级。第一条，古川雄辉曾在前阵子公开的访谈中留下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结语。在之后的剧情中，诺克斯这一角色的深度会继续挖掘下去，希望大家能多多期待他的变化。等到诺克斯的全部真相揭晓时，如果再从第一集重新回味，应该能体会到原来那时的诺克斯是这样的处境啊，这种新鲜发现的乐趣。另外，古川在1个多月前发布的海外粉丝 Q&A 影片的结尾有提到，诺克斯是他过去15年来最喜欢，也是他获得过最好的角色。这个优先级在他心目中甚至高于让他在业界大火的入江直树。要是诺克斯单纯是个左脑互搏的拧巴角色，能得到饰演者如此之高的评价吗？第二条，前几周的特色类广播节目《假面广播连者》邀请了金井龙太郎和苦口真帆当嘉宾，在话题聊到节目第2季度越来越多的敌人，而Z子不得不独自战斗时，成为假面骑士电王的龙塔罗斯，以及目前正为 No.1 战队好受者的灾厄头目雷克斯配音的主持人林春健一，突然插了这么一段话，大意为：作为常年看骑士到现在的人来说，Z子有点像平成早期的作品，我很喜欢这种孤独英雄的感觉。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今んとこロンリーだよね。そうですね。もうなんか言いたそうだぞこれ。これまずいぞ。なんか言うんじゃねえか。危ない。他那个意思就是诺克斯也在孤独战斗嘛，或者说诺克斯也是孤独的英雄嘛。是。另外，上湖内监督也有让龙太郎带话，就是让大家关注第1集，回过头看第1集会恍然大悟。再结合古川在访谈里透露的信息，具体指向的也只能是诺克斯的立场出现大反转了吧。第3条也是我认为最抽象的一条，我在新1集播出后的第2天，想要上东映官网核对一下相关信息，结果发现播出当天官网出现过的某段内容竟被删掉了，而这段被制作方不知为何删掉的内容，正是我在本节开头念过的辅助制片人高级状态对心理咨询那一段的注释。它的完整版是：此外，德雷迪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接近了莫。顺带一提，在这一幕的最后一个镜头里，诺克斯盯着对莫越来越感兴趣的德雷迪时，露出了一脸厌恶的表情，我超喜欢。有机会重温正片的朋友，请务必留意这个细节。在明眼人都能看出诺克斯那个表情不太对劲的情况下，制作方还将角色的这个表情给定性了。那屏幕前各位想想，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顾虑，才要把这段文字给删掉了呢？得亏我每周日早上8点看完直播后，会第一时间浏览官网，并且有保存官网相关内容的习惯。不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错把哪个网友的推文当成官网小作文念了。以上就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有关洛克斯卧底假说的全部旁证了。如果屏幕前各位还有能补充的地方，不妨动动手指扣点字帮我完善一下咯。
上一集的下集预告写了，就是莫和红爸交换信息以后知道了 Code 的黑暗，结果到这一集关于 Code 的黑暗是什么？只是培养小孩子而已。我觉得这都算不上黑暗，在我看来，梦魇是用一般的方法无法对策的问题。对于这种极端问题，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嘛。对，为了应对梦魇，才不得不在小孩子里面培养，或者说做明星梦的能力，只能从小孩子抓起，Code也没有办法。不代表这件事具备正当性，只是因为情况特殊，他们可以这么做而已。对。目前为止，我对于 Code 的看法就跟墨一样 ，Code 坏不坏我真不知道，但是梦也是纯粹坏的。The Lady 真的不干人事儿，是不是？对啊，那和 The Lady 对立的 Code 干的是人设了吧？是啊，我们能知道 Code 有问题，全都归功于谁呢？是啊，归功于谁呢？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好难猜呀。所以我才说搞了大半天，你一直给我复读是 Code 的错，Code 有大阴谋。阴谋在哪？我想问了。都是某某某干的。对啊，都是 Code 干的。那 Code 到底干了什么呀？我除了看到你莫名其妙被吓哭了，已经看不到别的问题了呀。你给出的理由都不能服众，那你要我怎么相信 Code 真的有什么问题呢？对啊，而且说实话 ，Code 也没有让未成年直接出任务吧？严格来说，也无法导向雇佣童工的问题。就你如果非要说 Code 黑暗在哪，可能就只有不发工资，以及给孩子们灌输拯救梦主的使命感这2点了。说是这么说了 ，Code 到底有没有给孩子们灌输这些概念，其实剧里根本就没明示。但我们还是能从迄今为止的剧情中发现点蛛丝马迹的。首先，各位想想，就哪怕特别班只在墨读小学6年级那一年搞过一次，当时班上那么多学生，也只有红爸和墨最后成了特工。再加上 Code 这个组织，我们能看到的特工编号最多只到了7号，说明什么问题？能够成为梦境特工的概率很低很低，或者说拥有做明星梦潜质的人本身就极为罕见。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孩子们确实能通过梦境学习慢慢训练出师，只是他们成年后没打算成为梦境特工而已。但那不也侧面说明了 Code 并没有给孩子们灌输拯救梦主的使命感吗？再者，我们来谈谈最新一案。起初我们都只是以为这次搞死亡游戏主题梦境，单纯是为了捏条大逃杀题材，只因小关丽娜也有出演过假面骑士 G 子才刻意玩的梗。可实际观看过后，我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梦主根本不是陈华，而是前 Code No.6。对，梦境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梦主的内心所想，是节目中的常识。而从死亡游戏中，我们能读出红爸怎样的内心想法呢？不战斗就无法生存。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过得往细的说，即其他同学手上连件像样的武器都没有，而我分到的是枪，我不上的话，全部人都得等死，所以我不得不上。带入现状就是普通人根本无法应对梦魇，而我拥有做明星梦的能力，为了拯救他人，我不得不成为特工。这体现的更多是红爸那种迫不得已、被逼无奈的心态。是。更何况他高中时期还那么喜欢篮球，也早就和陈华约好了要上同一所大学继续一块打球。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至于突然违背和陈华的约定，并将天赋带到 CODE 吗？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有被 Code 灌输拯救梦主的使命感吗？显然是没有的。那既然红爸没有，又要怎么证明同期的墨有被灌输这些东西呢？除非你跟我说红爸于现实中帮人也会遭雷劈、被车撞，不然我是不会改口的。再者，各位想想，红爸是怎样持枪的，而墨在第1集开头的梦境中又是怎样持枪的？打个手枪你都还要耍帅，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在严格的执行任务，有一个是在享受，是吧？对，那你为什么会享受呢？只因那是你的梦想啊！这也让我想起了第1集，莫打倒梦魇拯救了林梦过后，高桥为他写的那句相当传神的台词：“终究只是一场梦吗？”我希望这是我的真实生活啊！还有就是陨石撞地球那一回，莫不是自暴自弃了吗？后面那个小孩哥不还在开导莫，喜欢特工不就是你最棒的才能吗？就如果创作者们真打算把莫的使命感设计成被他人灌输的想法，不就等于从根源上否定了这个角色前期的关键塑造了吗？是啊，这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有什么分别？而最关键的一点，小时候的莫在某次从特别班回家的路上，不是被雷劈了吗？当时他手上除了拿着雨伞，还拿着什么？特工漫画。对啊，那说明什么问题？莫在上特别班以前就已经对特工产生憧憬了。兄弟，女人的嘴会骗人，你满屋子的特工模型、漫画、小说、DVD 海报可骗不了我啊！当然哈，非要追根溯源，莫对特工的憧憬或许不单单只是源于特工电影，而是来自他原生家庭的潜移默化。Agent 西塔吗？是啊，那 Agent 西塔是谁呢？可能是 Agent Zero 啊。对，西方国家的书写体里会把 Zero 写成西塔的样式，避免和字母 O 混淆。
而剧中的情况应该是想刻意混淆 Zero 跟西塔，才这么去设计的。可以。不过话又说回来，莫对特工的憧憬也许真是源自原生家庭，但你说蔻斗在那之后有没有再添一把火？我认为也是有的。事实上，莫在现实中因帮人而遭受那些厄运，相信每个观众都能历历在目。可碍于我们现阶段还无法验明 Zero 和莫、蔻斗和万金家的关联性，也只能就此作罢了。以此，我们再来聊聊 Zero 对莫的评价。You are the one and only agent， 你是独一无二的特工。上期视频我之所以没把它的中文翻译念出来，是因为 the one and only 在特定语境和联想含义中，可以引申出天选之人以及救世主这两个意思。是。而若结合上前面对于莫的分析，这句话里的独一无二，也可以引申到对特工的喜爱程度这个层面。对。而若从它有别于其他特工的变身出发，目前制作方只把 Z 和 Nox 定性为了假面骑士，其他人只是拟装成了特殊战士。在我个人看来啊，变身和拟装的区别或许在于，变身是直接变成了梦魇，拟装只是在模拟梦魇，这个开发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对啊。再者，特殊战士的复眼前都有条杠挡着，而假面骑士则是没有的，就是眼睛半睁跟睁开嘛。对，再加上莫在变身的时候，驱动器包的音效还是没在没了。哎，你想想，你在梦里醒了过来，那么换个角度，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是指你的明星梦能力能100%发挥出来的意思呢？可以的。本节最后再来聊聊与红霸相关的内容。首先是宫本红霸这个名字，你们第一眼会不会觉得不太像是女人名？红霸的日文读音是 Kureha， 它另外一个写法是红叶，这个就非常女性了。汉字写的比较霸气。对，红霸的本职工作是记者，这里可能确实有 Neta 假面骑士龙骑的意思在内，就陈霍真司也是记者嘛。但实际上，记者这层身份也确实合理化了他在现实中调查暗箱事件的行为。再者是红霸的发型变化史，高中时期他是扎的单马尾，当记者时他是长发披肩的，而在回归特工身份之后，他又扎成了低马尾，给我的感觉像什么？他要收起身为女性柔弱的部分，获得与男性特工同样的尊重等意味。包括你们想想，为什么高桥要给他取个看着非常男性化的名字？肯定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在里头的嘛。确实。然后我们把目光绕到红霸的梦境，他在死亡游戏中分到的是左轮，一方面是因为左轮能装填6发子弹，对应 Number 6，6号的武器就是枪啊。对。另一方面则是能借由红霸持枪的手法，直观的让莫察觉到此女并不简单。另外我刚刚也提到了，梦境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梦主的内心所想，而梦境中出现的 NPC 同理，也就是说，红霸梦中的成华会与他合力对抗梦魇。我们既可以理解成是在红霸的内心深处，他希望能和成华在这并肩作战，也可以理解成红霸心目中的成华就是这样一个无论他怎么将其往外推，都还是会坚定站回自己身旁的同伴。对，以此我们再来谈谈这两人的关系。高中时期，红霸是成华除父母外唯一能直呼其名的朋友。而在本集结尾，红霸对成华的称谓变成了什么？警视厅公安部怪事课南云成华警部补。他之所以改口改到这种程度，是因为他在刻意疏远成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讲究呢？强调一下你的身份。对，把这台相机托付给你，是因为你穿了这身制服。至于我要再次与过去诀别了。当然，这其中的不舍已在不言之中。而对于成华来说，他也因此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怪事课的使命之重。怎么说呢？虽然先前的回溯各有千秋，但这一回的文戏质量也毫无悬念地排到了我心目中的 No.1， 能让我发出如此感叹，只因在这2回，创作者们透过不同人物之间的纠缠，把对应角色皆勾勒得更为丰满立体了。加之演员们的情感迸发也相当到位，这才得以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2回的醍醐味。他还是很喜欢开这种玩笑啊，不管是远程操控机器人也好，不放心上的口头约定也罢，莫向 No.3 提及 Zero 答应了自己，等任务完成了便会告知 Code 的秘密这点后， No.3 给予了莫上述回应。那么从这段回应中，我们能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一条，摩托车人可能不是 Zero 在远程操控的机器人，其实是本人。是不是本人还无法确定，不过 Zero 这句话基本可以判定为假情报了。对，当然我们先前就已经对这个情报持怀疑态度了，才会在上期视频里对此分了几种情况来讨论。而且这么看的话 ，The Lady 她说的活捉就很有意思，她是真的想坐摩托车。你想想，如果他口中的 Zero 真是指在远程操控这台摩托车的男人，那么他们又要怎么把这个男人勾引出来呢？事实上，至今为止的任务中都只有那台摩托车会冒泡。是啊，结合这些信息来看，自始至终 The Lady 要洛克斯活捉的都是摩托车人啊。然后十分蹊跷的是，偏偏就在林梦失踪，洛克斯从自己的噩梦中苏醒的这个节点，Zero 以摩托车人形态参战了。
要知道他在过往任务中基本是处于什么状态的，都是在那里看戏的，一般来说。对他一直待到 OMO， 然后这次自己走过去。舞台已经搭好了，演员难道不进场吗？对啊，而且在 The Lady 明确要活捉 Zero 的情况下，诺克斯只拿回来了个记忆体。就如果你是卧底的话，这里你就阳奉阴违了，但是你又确实可以交差。对啊。不过诺克斯拿回来的东西可操作空间还蛮大的，我想让你看什么，不想让你看什么，不都是我说了算吗？对啊。结果 The Lady 这样子也能给诺克斯交差，就不知道他是真蠢还是假蠢了。对此我是有些个人理解的。不过要来这点，得先把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给掰扯清楚，也就是我们还能从 Number 3给予莫的回应中得出什么信息。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让 Number 3发出了如此感叹的原因，还有可能和 Zero 曾几何时也对他做过不放心上的口头约定有关啊，最终才促使他变节，成为了 Code 的内鬼。是的，我是默认他就是内鬼为前提去展开这点的，哪怕不结合已公开剧情，就只看356号特工呈现出来的气质，你是觉得演过英雄的 Number 6？一脸莽夫样的 Number 5，还是一脸桀骜的 Number 3会是内鬼呢？我选 Number 3。对啊，就如果你真想让我在 Number 3和 Number 5上纠结一下，你就不该找小柳星，而是找他弟弟来演 Number 5了吧？他搞无私。是啊。聊到这里，先插段题外话，小柳星估计是复制片人臭羊又特邀的，只因他当时会客串暴特狼战队，也是臭羊又促成的，算是再续前缘吧。包括演员也有在官网吐槽，自己实现了从 Solano 到 Code Number 5的升格。升级了。小柳星和 Number 3的演员玉成玉圭皆有出演过东映出品的电影《咸鱼队》，会邀请他们也有这层关系在里头。另外，玉成玉圭、古川雄辉、小柳星都是同龄人，我估计制作方在345号特工的演员上都是往一个年龄段挑的，这也算侧面反映了345可能是同一批培养，就跟6、7差不多了。是，一直要回正题哈，在假定 Number 3是内鬼的前提下，其组织内编号以及他的日常装束，或许就与007在上边了。在007俄罗斯的爱情中，有号人物在明面上是前苏联情报局行动部长，暗地里却是系列抢注反派组织幽灵党的高级干部，而他在组织里的编号就是 Number 3啊。至于我会认为这次的 Number 3很可能与幽灵党的 Number 3有所关联，一方面是因为引发日本007热潮的正是俄罗斯的爱情。顺带一提，奥特赛文中含带谍战性质，呼应阴差阳错被禁播了一集，将爱献给行星，就套用了这部的译名。鲁邦三世于90年代播出的特别篇，更是直接以此为标题，足以见其历史地位。另外，这部是007系列电影第2部，也是该系列电影中最为纯粹写实的冷战片，各种的双料特工、策反与背叛元素，刚好能对应这次第2篇章可能会涉及的剧情，这是其一。其二，007系列虽是虚构的特工冒险故事，但其背景故事多涉及冷战时期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因此幽灵党作为故事中的敌对势力，都是穿着西方人刻板印象中的东方人服装，比如老版幽灵党老大穿的衣服就很像中山装。即便时过境迁，新版幽灵党老大穿的服装还是基于这套理念而设计。这么一对比下来， Number 3那套服装的灵感来源也不必我多说了吧？我一眼看着也像中山装，但是少了2个口袋，肯定不可能照搬的呀，是不是？刚刚我也提到过，如果 Number 3真是组织的内鬼，那么他会变节，或许和 Zero 也曾对他做过不放心上的口头约定有关。若结合上与他的服装设计理念最为相近的新版幽灵党老大的背景，即007的义兄因嫉妒爸爸给予了007更多的关爱，不仅设计杀死了自己的爸爸，还躲在幕后不断折磨的007这2点来看， Number 3会不会是因为嫉妒 Zero 给予了莫更多的关爱，或者说 Zero 明明答应了让自己接班，却迟迟不肯退位，甚至有另立接班人的趋势，才促使 Number 3与 The Lady 勾结的呢？事实上 Number 3也是 Zero 死亡后的最大受益者。如果真是走我所假设的这种路线，那么他临危受命后抚摸象征着司令官地位的桌子的那一幕，以及他向莫斯包的行为，或许就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了。掰扯完这一点，我也总算能把前面留的尾巴给收掉了。假如说诺克斯真的和 Zero 暗中策划了这一切，那么排除和 Zero 一同做局的 Number 4以及后被踢出 Code 的 Number 6，其实内鬼可选项里头也就只剩 Number 3和 Number 5了。这2选1猜不出来吗？难道？在故事过程上确实存在着他们猜不出来谁是内鬼，甚至不知道组织内有内鬼的可能性。但考虑到他们也有意在培养莫去怀疑组织派遣的任务的正当性这点，他们知晓组织里有内鬼，并且已经猜到是谁的概率会更高。一直不去揭穿，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或是不想打草惊蛇而已。对。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 The Lady 和 Number 3早已察觉诺克斯和 Zero 想干什么的可能性。因此，我前面才会说 The Lady 能给诺克斯交差，可以是真蠢，也可以是假蠢。
不过正因为剧中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导致我到现在都还完全看不懂后续的剧情走向。很变态，都第19集了，我真的越看越懵。就是他必要信息的放出，真的比挤牙膏还要过分。对，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谜团不断与新谜团连接、持续循环的螺旋叙事模式，确实给到了我前所未有的骑士观影体验。他这个方法可以的啊，事实上不去想那么多，丢掉脑子看剧也能获得不错的体验就是了。但如果说我们的这些思考能让屏幕前各位感受到《Z Beyond》的魅力的话，那是我们也是这档节目的荣幸。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 Z 近期发展的全部解读。大友们的头脑风暴让各位听了个乐之余，也能引发些许不一样的思考。祝好梦，拜拜，再见，再见。